那我们讲到说这些年来，好 AI 跟 Data Science 或 Machine Learning 的差异。好，我们说AI 是什么呢？哈，我们 AI 想象说我们可能要 copy 人的脑的计算能力，或者做 simulation， 或者做 substitution， 哈，这其实它可能都有一些相关的哲学议题可以思考。那我自己的解读 AI 哈，按照过去的很长的这些几十年的 AI 历史哈，我们说我们解决这些所谓 knowledge 的问题，我们说可以区分为 deduction 跟 induction， 就演绎跟归纳。这演绎好，我的角度解读是说，从少的规则变成多的规则。那归纳就是反过来是从多的规则变成少的规则。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和应用在数学、物理跟这个生物，它都有相当多的情形会面对哈。那我们说早期的 AI 其实着重比较多这些演绎的部分，那现在比较多的effort 其实是花在这个归纳的部分。那我们要说呢，怎么样子能够 machine 帮助我们做这个归纳？其实这是有相当的挑战哈。那我们做这些归纳的这过程哈，其实也可以说这叫做建为一个模型哈。那这个模型可以透过说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model driven 的 approach 哈，就是说 一个 expert 或者一些 oracle 哈，来帮助我们建模型，或者是我们直接从这个 data 学习到该有的模型。好，那我们可以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譬如说我们得到一些资料哈，是鲤鱼生活在淡水中是用鳃呼吸。尾鱼生活在海水中也是用鳃呼吸，那我们就得到一个归纳的结果是水中的鱼都是用鳃呼吸的哈。那这样子就是得到一个规则，就是说从两个规则变成一个规则哈。那这样子的归纳其实是有些时候是相当主观的哈。那譬如说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是鲸鱼生活在水中，但是鲸鱼是用肺呼吸的哈。那我们会用这样的例子来跟我们原来的所得到的规则，水中的鱼都是用鳃呼吸的来比较，我们会发觉说当中有一些矛盾。那这个矛盾就会以下就可能会有两种选择哈。我们会说 1A 哈，比如说第一种可能性是说我们对鲸鱼不够了解哈，我们观察有误，所以新的这个资料是错误的资料，所以我们还是维持原来的模型。那第二种可能性是说我们发觉说新的资料是对的，那我们可能原来得到这个水中的鱼都是用鳃呼吸这样子的结论是错误的，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放弃模型哈。那放弃模型的同时，我们可能也要看可不可以从新的资料当中得到新的模型。那如何得到模型？这样子都是一些归纳的这个 process 当中所需要去探讨的部分。这也是这个 induction 这个归纳的过程好所需要面临的挑战。Machine learning 的定义好，我们可以说 A computer program is set to learn from experience E with respect to some class of tasks T and performance measure P if its performance at task in T as measured by P improves with experience 好，这样具有一个过去的经验一好。那这个过去的经验可能是用一个资料的方式来呈现哈。那这个过去的资料哈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讯息呢？那得到这些讯息哈，我们会说我们可能认到了某些事情哈。那这时候我们主要要说认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可能会说认这个 task T 好。那认这个 task T， 我们要说它真正有认到哈。我们就要给一个 measure 哈，来说明有跟没有它的评量标准是什么。譬如说，我们说一个学生学习到 machine learning 或学习到 IoT data analytics 哈，那我们就说我们会给他一连串的课程哈，那这就是所谓的这些 experience 哈。然后呢，他的工作是他的 task 是可能是通过某一个考试哈，那考试可能会某一个评分，这就是所谓的 measure P 好。那我们在说这些学生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或 IoT data analytics 学之前跟学之后，好，他的分数有所进步，那我们就可能说他有学习到。我们白话一点的来描述 machine learning 哈，我们的描述可以说是 machine 代表的是 automation， 就是所谓的自动化哈 ，learning 就是代表是 performance is improve， 他做某些工作
在学之前跟学之后有所谓的improvement 哈。那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machine learning 的解读哈。那我们说 learning 跟 AI 来相比的话 ，learning 可以是一个 approach to realize intelligence 哈，就 learning 是一个能呈现得到 intelligence 的一个过程，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哈。那这边 learning 就是说透过资料来学习，也就是所谓的归纳这样子的方式。好，那 learning 是一个 approach to build model， 所谓的 data science 都是透过大量的资料学到一个模型。那学到模型也可以说我们叫做找到一个 hypothesis， 找到一个假设哈。那 learning 也是一个 approach to estimate parameters。很多的 machine learning 的演算法常常是说哈，我们本身有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当中有一些参数，这个参数我们并不知道说是多少，然后我们在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呢，我们能够确定这些参数是多少，那这个模型就变成一个具体的模型，也具有一些预测的能力哈。在这些年之前哈，我们大部分的模型得到的方式可能都是透过专家的知识能够汇整得到，但是现在来看哈，那这些专家的知识它可能会有所偏颇或有所局限，然后呢，我们可能能够透过一些资料，从资料直接学习的方式，能够获得更宽广的 knowledge 哈，这是这些年来比较看到的趋势哈。另外一个方向是说，早些年我们也可能会说去学习这些parameter 这些参数，可能是透过一些统计方法得到这些参数哈。那这些统计方法也许会用假设好来支持得到这些参数的计算的方式哈，但是这些假设在实际的问题当中可能会不成立。那这时候我们怎么用AI 或者说 machine learning 的角度哈来学习到这些参数，这就是另外一个可能性。那实务上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搭配各式各样的这个，不管是专家的知识，或者是统计的知识，或者 machine learning 的演算法综合起来，让我们得到一个最强大的模型。好，我们说 machine learning 哈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 application 呢？哈，其实我这边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哈，当然这些例子其实并不是涵盖各式各样的例子哈，那只是说这些年来好大家比较熟知哈。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自动驾驶的部分哈，或者 autonomous vehicle 哈，一般这些自动驾驶的发展的公司都会说成是辅助系统，意思就是说驾驶人他还有某种程度的这个责任来确定说这个道路上是不是具有一些危险的状况哈。那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这些 Tesla 的，或者说 Google 哈，或者说早期，其实这些自动驾驶的历史，在1980几年就已经是有相当的技术在。那时候他们能够说让一个车子自动驾驶从美国的东岸到西岸哈，所以这些自动驾驶在这些年来哈，其实一直有在进步，特别是近几年来，因为 deep learning 的兴起哈，所以让它的这个正确性到达前所未有的地步。那另外一个例子，当然就是下棋的例子哈。那这个我们之前都提过，就不用再提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学习哈 human face 哈，或者说叫做 detection 来侦测人脸，或者说认识人脸哈。那侦测跟识别人脸哈，那其实在从2001年我们就说有这个 Violent Jones 的这样子的 detection 的技术哈。那这些年哈，2009年开始哈，有一些 recognition 哈。那 recognition 是说我们要识别人脸的不同，其实要根据说我们的所谓的人脸的这个个数，或在 database 里面的个数有多少哈。那识别1000张人脸当中识别一个人脸，跟从100万个人脸当中识别一个人脸，其实它的难易度是有差距的哈。那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识别的，好，就是说大家在通过海关的时候，一些人脸识别的工作哈，这个人脸识别却相对的简单，因为它只要识别说是你跟不是你，所以是所谓的2元分类的问题哈。
那这样子的识别当然是比较能够达到高的正确率。好，那这是一个我们之前做过一些有趣的一些研究哈。那我们可以说，透过人在电脑所留下的足迹哈，我们叫做 trajectory 哈，这些各式各样的轨迹可以说明说，在使用电脑这个人，他可能具有某种不同的行为哈，甚至说在这个电脑面前，他可能并不是 nature human， 他可能是一个所谓的外挂程式。那我们早期做的研究就是有透过这些 online game 轨迹来辨识说它是不是外挂程式。那这当然是可以透过大量的资料哈，来学习这些不同的 trajectory， 不管是 human 的 trajectory， 或者是说所谓外挂的 trajectory。那之后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 trajectory， 我就能够判断说它可能是 human 的，或者是外挂程式所产生的。好，我们的过去的一个有趣的研究哈 ，data science 的一个应用哈，我们也是用 machine learning 的演算法来解决一个叫做 trajectory 的这个recognition 的问题，或者是说 verification 的问题。上面跟下面各有4种哈不同的这个 trajectory 哈，上面2个其实是 online game 哈产生的这个 trajectory 哈，左边是 human user 产生的，右边是bot 就所谓的外挂程式产生的。大家可以看出来说 behavior 有蛮多的不一样哈。简单的说呢，其实这些 human 的 user 呢，他的走路的行为轨迹呢，它其实有些时候好像看似没有那么合理，也不知道说它的目的在哪里哈。相对来说，这个 bot 它的轨迹就是直来直往的，所以它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哈。那我们再看到底下的这些 mouse 的轨迹，或者右边甚至是真正的一个动物的轨迹哈，左边的是所谓滑鼠轨迹哈。这个滑鼠轨迹其实我们过去的研究可以看出来说哈，一个人的惯用手是左手或右手哈，这是比较简单的议题。那同时我们可以用这个 mouse 辨识说，现在使用这个电脑的人是不是真正这个电脑的拥有者哈。我们过去也做过一些异常侦测的这样子的研究 ，focus 在这个交通方面的异常现象哈，譬如说我们透过交通上车流速度、车流量诸如此类的这些讯息来判断说是不是有一些异常现象。异常现象这边指的就是一些可能是车祸或者一些动物横越马路这样子的状况哈。那这种情形，我们如果能够辨识出来，我们就能够自动的传给交通警察单位，它能够及时的到现场做一些障碍的排除哈。那这部分就是所谓的 anomaly detection 这样子的分析方式，如果能够自动化的产生，那对一些交通事故的处理会有相当的帮助。好，另外我们有一个有趣的研究，好，也是可以看到说，譬如说我们要来预测交通的流量，或者说车行速度哈，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根据过去的资料好来分析而得到的一些 knowledge 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资料，这个资料是一整个礼拜哈，从左边的礼拜1到礼拜2，一直到礼拜6，好，甚至礼拜天，好，这样子的结果哈，一整个礼拜的这个车流的这个车行速度哈的高低哈，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不同的天哈，它可能譬如说周1到周5，它可能会有一些譬如说在早上跟下午的时候会有一些尖峰时段，那这2个尖峰时段，特别是下午的这些尖峰时段，其实它的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哈，也就是所谓的塞车的现象。但是如果是周6跟周日的时候，这样现象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明显哈。这我们可以用它来分析说，或者说预测车行的速度哈。那譬如说跟 Google Map 哈这样子的譬如说假设我们要从 A 地走到 B 地哈，我们希望知道这些车行速度哈。那 Google Map 给出来这些车行速度都是当下的速度哈。那如果我们搭配这些所谓的历史资料哈，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更正确的结果。那在我们之前的研究，它可能可以做到说哈，透过这些几年资料的收集，我们能够预测未来的车行速度到达说1到2 mph 这样子的正确性。1到2
per hour 这样子的误差的范围之内哈。另外一个有趣的研究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哈，这边两个web page 哈，其实有点类似，但是左边的就是合法的这个网站，右边却是一个钓鱼网站。那这些钓鱼网站的盛行，在这些年造成蛮多困扰的。那怎么样子透过一些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能够自动的侦测出来是钓鱼网站哈，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哈。我们也可以透过网址的方式来做初步筛选，那进一步的筛选再来看这些内容。好，它有什么差异性？有些差异性在人类的视觉方面可能不能够很明确的辨别出来，可是 machine 或许呢可以辨别出来。那这也是 machine 可能做的比人更好的部分。到目前为止哈，我们学习到以下的几样事情哈，就是说machine learning 跟 data science 其实告诉我们的是一些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现在的 AI 的研究哈，或者说现在 machine learning跟传统的 AI 它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哈？那因为这些 data science 的兴起哈，我们会说这个所谓的有人哈用大量的资料，它其实可以帮助他做一个相当不错的决策哈。那 AI 跟 machine learning 其实在很多个领域哈，它能够做出比人类更好或者跟人类相当的这些结果哈。这些领域包含说 computer vision、speech recognition 跟 text mining 哈。当然 IoT 这个 data analytics 其实也是能够用machine learning 或 AI 的演算法，能够告诉我们很不错的这些 performance 哈。然后最后呢，我们其实也可以思考看看，到底 AI 它是不是可以说conquer human 呢 ？machine 跟 human 它之间的关系，它也不见得是competition， 它也可能是合作的关系哈。那machine它可以是人类的学生哈，就是说人类教machine哈去完成一些事情哈。那machine也可以是人类的 teacher，machine 来教人类一些事情，甚至一些其他的角色哈。那这时我们都可以去思考它的可能性。好，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哈，学习了就是 AI 跟 data science 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 machine learning。理解的背后，大家可以思考说，怎么样子来协助我们来做这个 IoT data analytics 的这样子的研究跟解决相关的议题。好，我们这个单元到目前为止结束，谢谢各位。